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这期节目呢，我教大家做一个温湿度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呢是 WiFi 的传感器，大家看我手上已经有2个了。这个我已经做好了，一个是给我的客厅用的，一个是给我的卧室用的。这个模块呢，一样是用我们之前 ESP01 的芯片做成的。然后呢，底下再配一个温湿度传感器的 DH11的电路板，再加上一块我们的 3.7 伏的锂电池，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其实很简单的，然后它就会定时的把我的房间的温度湿度的状态传到我的 Home Assistant。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方便的用它来做联动，比如说温度高于多少开空调，低于多少开暖气等等等等。那我现在把它分解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首先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灯非常的亮，在晚上的时候呢会影响睡觉，所以呢我用电烙铁把我卧室的这个传感器上面的灯把它焊下去了，所以呢我就是卧室的这个传感器没有这个蓝色的灯，客厅的有这个蓝色的灯。那么我们现在呢用卧室的这个去把它分解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把电池摘下来，电池是一个2pin的普通的一个锂电池，这个电池是1400毫安的。然后大家看，我再把 ESP8266 和温湿传感器分开，大家看 ESP8266 跟我上一期介绍的 WiFi 插座 DIY WiFi 插座是一样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刷写的方法也跟我上一期是一样的，一会儿我还会给大家演示一遍。这块电路板呢上面就是集成了一个 DHT11 的温湿度传感器模块，然后这边呢它有一个按钮，也是同样是 Reset 键，我们摁一下它就可以让板子上面的所有东西重启一下，包括我们的 DHT11 这个包括我们这块 ESP01 这个芯片。这个板子很简单，而且呢安装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把它插进去就可以。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跟上一期我们 WiFi 开关的教程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刷写器，给我们的 ESP01 刷写程序。这次的程序呢也是我配置好的，是针对这个芯片配置好的，然后我们直接把程序写进去就 OK 了。然后如果呢我们需要用电池供电，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要用电池供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焊接一根线，从我们这个芯片的最后一个针脚引出一条线来，焊到 Reset 键这儿。这样的话呢，我们的 ESP01 才会支持深度睡眠。那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支持深度睡眠。因为如果你要是用电池供电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的设计理念是每10分钟我这个芯片醒来一次的时长是5秒，它用5秒钟的时间连接 WiFi， 然后把当前的温湿度传给我的 Home Assistant， 然后就会去进入到深度休眠。这样的话呢，我这块电池才能很经用，我这块电池呢大概能用个1年半载呢，没什么问题。所以我把它比如说扔到某一个没有人经常去的地方，也是很稳定的，可以把我的温度湿度的信息传回我的 Home Assistant。 这就是我们芯片省电的地方。但是我们就需要费事的，就是要把这个我们芯片这边焊一根线。如果不焊这根线，我们是实现不了深度睡眠。这一块电池大概能坚持18个小时。当然如果你不用电池的话，你用一个我们5伏的供电手机充电线那种改装的5伏供电线连接到我们的电源输入也是 OK 的，它也是可以正常的工作的。所以还是要看你，取决于你工作的环境。如果你需要它工作在一个用电池连接的模式下，那么你就需要
按照这个方法来实现这个芯片的深度睡眠。如果你不需要它深度睡眠，比如说你还需要很频繁的把温湿度取回来送到平台上，那么你就必须要用一个手机充电线那种形式的供电，给它持续供电。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芯片 ESP01 的芯片插到烧写器上，然后我们连接到电脑。我带大家在电脑上操作如何让这个芯片变成一个 WiFi 的温湿度传感器模块。有了这个 WiFi 的传感器模块，那么如果你手上的 Home Assistant 不是装在树莓派上，而是装在斐讯 N1 上的话，它是也可以把这个温湿度全部都取回来的。好，我们现在回到电脑。先把我们的 ESP01 模块插到刷写器上，然后插入电脑，打开我的博客，下载刷写器驱动程序。我提供的驱动程序同时支持 macOS 和 Windows 这两个系统都可以驱动刷写器。我们解压缩驱动程序双击里面的执行文件安装驱动程序。大家看，这里边是有两个文件，这个文件是给 macOS 用的驱动程序，上面这个是给 Windows 用的。我们双击再打开，然后我们看有一个 X64 一个 X86， 我的电脑是64位的，所以我选64位的驱动，然后点击下一步，我接受下一步，然后驱动就装好了，我们点完成。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右键点开始菜单，选设备管理器，在端口的位置呢，我们就应该能看到一个这样的设备，它的端口号是 COM4。安装好驱动后，我们再从我的博客下载 ESP01 的刷写软件，这个位置有一个刷新软件，我们点击下载。好，软件下载完成，我们点击打开这个软件。打开以后呢，我们执行esp.easy.flasher.exe， 我们双击这个软件。好，软件的界面出来了。这里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如果软件的界面这些文字显示不正常，这个软件可能会让你会给你弹出一些文件夹来，让你去安装一些字体，你跟着它的提示去安装就好了。那我现在没有遇见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看，第一行软件界面已经自动识别出来了，这个刚才我安装这个刷写器。然后我们选择第二行，我们点这个向下的按钮，展开下拉菜单，我们找到 ESP 下划线011下划线 DHT11下划线1兆点 B 这个文件。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文件之后，我们点右下角的 Flash ESP Easy FW 进行刷写芯片操作。现在我们的软件提示正在刷写在 COM4 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芯片上面的蓝色的灯会快速的闪烁。这个过程大概持续2分钟，我会把这一段视频给大家快进过去。好了，软件刷写完成了。大家看软件的第一行有一个 done 的提示，证明呢我们的刷写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软件关掉，把芯片拔下来，插到 DHT11的那个模块上面，然后把电源供好，让我们的芯片加电。大家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软件提示一个蛋叹号，这证明呢我们的芯片刷写操作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把刷写器上边的 ESP01拔下来，插到我们的 DHT11的模块上，然后把电源供到我们这个模块，让这个模块加电。加电之后呢，我们按照后面的操作继续操作，配置这个芯片，连接我们的 WiFi 网络。大约3秒内，芯片就会启动成功。我们用电脑搜索一个 WiFi 信号，名字叫 IT Commander-0 的信号，并且呢，我们连接到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我们芯片发射出来的。连接好之后，我们打开浏览器。连接好之后，我们打开浏览器，访问 192.168.4.1 这个地址，我们会进入一个配网界面。在这个界面，我们会看到周围所有的 2.4G 的 WiFi 信号。我们选择自己家里的 WiFi 名称，然后在最下面输入我们的 WiFi 密码，然后点击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芯片就会进入配网的流程，这个芯片就会连接到你的主路由器。我们稍等20秒。好了，当芯片成功连接到路由器，它会给大家展示出一个这样的界面，然后把芯片获得到的 IP 地址展示给你。接下来我们点击下面这个按钮，进入到配置界面，这里的用户名密码都是 admin。然后我们回到主页，然后选择更多信息，在更多信息里面，我们找到网络部分，我们需要这个 MAC 地址，我们把这个 MAC 地址记录下来，或者把这个界面就留在这里，我们一会儿要用到这个 MAC 地址。感谢你持续观看我的教程，订阅、点赞、评论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订阅的同时一定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精彩的 DIY 智能家居教程。然后我们开始最后一步，在 Home Assistant 里面添加 MQTT 支持，并且配置 MQTT 开关。下面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网页，然后我们点配置，点集成，然后按右下角这个加，在上方搜 MQTT， 点击 MQTT， 输入服务器地址 mqtt.samg.net， 端口是6666，4个6，用户名是 HASSS， 密码是 SSAH， 然后我们选启用发现，然后点提交，这里提示添加成功，然后我们点 Finish。 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行 MQTT 的配置已经在集成里面显示出来。最后呢，我们进行一下我们 Home Assistant 的配置文件配置啊。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界面，打开界面之后呢，大家看我的传感器已经都加好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如何配置进去的。我们点左侧的 Configurator， 大家注意，如果你左侧没有 Configurator， 请参照我前面有一个视频，是教大家如何安装这个 Configurator 的。我们点击 Configurator， 输入用户名是 admin， 密码是 IT Commander。如果大家按我的教程安装的话，它的用户名密码就是这个。如果你没有修改，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yaml， 我们把文件拉到最后，复制我刚才网站上面的这段代码到我们的 YAML 文件里。我们要找到 sensor 这个大类，我的 sensor 大类没有，所以呢，我就在这儿添加一个 sensor 冒号，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保存。保存之后呢，我们选配置 Service Control， 然后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 Home Assistant。然后我们等待一会儿 ，Home Assistant 启动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首页看到你的 WiFi 的温湿度传感器了，你就可以用来联动你的空调了，或者是联动你的暖气都是可以的。好，这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记得订阅、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看。